朋友们，在《道德经》中呢，有一个顶级的智慧，它的威力呢，大到你想象不到的地步。如果你真的理解了它，并且悟透了，而且还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出来了，那你的生命状态一定会有一个惊天的逆转。如果你当下比较迷茫、焦虑、匮乏，身边麻烦不断，那么你一定要耐心看完今天的内容，它一定会让你受益终生的。好了，注意听，《道德经》通篇呢，其实就在讲一个东西，那就是道与有和无之间的关系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所讲的智慧呢，都是反着来的。它并不是让你去突出阳，反而它是让你要想着阴。今天我们要说的呢，就是里面的一个核心智慧——无。在开始之前呢，我先说两个真相。这两个真相很重要，一个是关于世界的真相，一个是关于我们个人的真相。好，关于世界的基本真相就是，外境物质世界的人事物，是人的内在渲染、投射、吸引、招感而创造的。这是关于世界的基本真相。我们自身的基本真相就是，人是被业力、习性、能量这几根线操纵的提线木偶。这两个基本真相非常重要，只有认清这两个真相，你才能不颠倒，才能清醒的、有智慧的、有灵性的活着。我们之前说过，人生呢有5大问题，一个是事业财富问题，一个是情感关系问题，一个身体健康问题，一个是精神情绪问题，还有就是才华能力问题。这5大问题呢，基本上涵盖了我们一生会遇到的所有问题。那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往大了说，就是你在无明状态之下，小我造作的因果报应。那往小了说呢，就是自己的邪思妄念对外的投射投影。他们的关键词无外乎就是外求、引诱、迷惑、贪恋、追逐、抓取、攀缘、粘着、住心等等，要么迷失在相里，要么受困在念里。问题就是这么产生的。这些种问题出现的核心是什么？就是迷恋一个有字。所有让你快乐的都是因为拥有了某些东西，所有让你痛苦的都是因为失去了或者害怕失去某些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一切问题的终极方法，就是反过来，深刻地学会无的智慧。那无的智慧，它的核心是什么？就是通过无我、无为、无欲、无住、无念、无心、无用、无事、无所得等等这些关于无的正知见，让我们不再颠倒梦想，离相破执，斩断木偶身上提线的局限和束缚，放弃过度思考，强行用智对抗自然法则，活在与宇宙天道同频的这样的灵魂本真的状态下，顺道而为，让自己成为这个能量通道，发挥更大更多的潜能，创造更幸福更丰盛的人生体验。这就是无的本质。你看，无论是道家还是佛家讲的无，它本质上都是这一句话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从一个低维的物质的轨道转到一个高维的灵性的轨道。那怎么转变？就是靠无的智慧才能转。如果你还是满脑子要这个要那个，是转不了的。注意，无并不是说不参与这场人间游戏了，颓废躺平了，也不是远离尘嚣归隐山林了，而是用更正确、更有能量、更有智慧、更轻松的方式去参与人间游戏。但是参与人间游戏还是为了借假修真，只是验证灵魂本身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讲。首先，无我。无我无的呢，是那个小我，也就是后天在社会习气当中形成的，它是在假之中生出来的，所以自然也是假的。
这个我也是我们借假修真的内容。这个遮蔽了我们自信和佛性的我，不是真的我。它总是在低层面的内容中进行反应。我们总是琢磨着我怎样怎样，我如何如何，我被怎么着了，我想要怎样，别人又如何对待我了，等等。记住，一旦你的思考当中有了这个我，那大概率呢，就是你又和低层面的内容起反应了，你就不太可能触及到事物运行的真相和规律了。你要是一辈子都坚定不移地以这个我作为主体活着，对它丝毫也不起任何的质疑，谁也碰不得，说不得，自己人生的一切都围绕着这个我来展开，那你就很难觉醒开悟了。因为这个我永远都无法带着你进入到更高级的生命意识层面，它会支配着你一直在低层次当中反应和纠缠，所以你永远也解脱不了，也永远也度不了苦厄，你会一直在那个循环里头。修行呢，就是为了让你的内在更高等的那个东西显化出来，而不是在这个我的基础上做文章。什么时候你能先把这个我彻底的放下，把我想怎么怎么样先放下，这才是悟后起修的第一步。只有你先放下了我，在这之后的努力才会变得有意义。你带着一个我去努力，那只会把自己推向一个更深的执着。而我们的修行之路呢，就是一条漫长的不断的空掉这个我的过程，不断的让这个我退下去，然后向内在更高等的力量臣服的过程。只有当这个我从我们的外在生活当中回撤，这样我们才能向内在的本心敞开和臣服。第二，无为。所谓无为，不是什么都不干，而是无我之后的行为。因为小我没有一个念头是中性的、客观的，全是扭曲的、主观的。人永远无法看到一个真实客观的世界，看到的全是六根渲染出来的影像和投射的念头。这个世界人事物的定义、形象都是你的六根共同创造出来的，它的全部意义、全部价值都是你念头赋予的。比如说一个杯子，我觉得是一个茶杯，是喝茶的，那猫看到之后可能觉得就是个玩具，那我觉得它是个杯子的时候，是不是就片面化了？它本来还可以是个玩具，对不对？人都是主观的去定义这个世界的，本来它可以有多种可能性，但是我就把它给局限成一个杯子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评判，尤其是负面评判，因为你一评判就有偏见，你一有偏见就看不到它的另一面。你觉得你孩子很调皮，很不好，那孩子好的一面你就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很严重的，不要轻易评判，这是在制造牢笼。第三个，无欲。我们内心的烦恼，大部分来源于各种各样的欲望，有求则苦，所以人生若要无烦恼，无欲是根本。无欲不是与生俱来的，相反，贪念是人身上最强烈的习气。多得为乐，爱占便宜是普通人的正常心理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讲到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。去贪念的方法呢，有两个，一是知足常乐，二是反观自己，无为而无不为。人心原本是清净圆满的，是虚静的，只是受后天种种欲望的干扰而变得浮躁不安，相互争斗。因而我们需要排除贪念，舍弃内在的私欲，抛开外界的干扰，回归到本初的清净空明，达到人之本性而观复，关照事物的本来面貌，不受情感欲望的影响。复即是复归，返还，回到最初的状态。要治虚极，守静笃，才能观复，才能无欲。所以
无欲不是形式上表现的没有欲望，而是心境的清净空明的虚态，一种身心真正自在的状态。心无欲，行不争，内心自然而然就会充满喜悦。第四，无住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你的心不能粘着外面的相，外界是无常的，而你的心没有外界的无常变化快。你的心有惯性，你粘着外界的影像就会痛苦。不着相，不住心。物来则应，过去不留，未来不迎。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不粘着，不滞留在心中。将来的事情我不去迎接，不去期待，不去思考。当下来了事就解决事，解决不了就让它顺其自然。第五个，无念。无念呢，并不是说寂灭一切念头，那与草木顽石就没有差别了。通常来说，无念有两种含义，一种是一段时间的寂静无念，因为你不可能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；另一种是有念头时，我们并不刻意停止，不刻意改变，也不刻意跟随，只是静静观察并接受每一个念头情绪的变化生灭，如其本来。这样的过程呢，是达到心灵清净无念的基础。有一句话说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只要看见念头，不再跟随；只要是看见，只要是处在觉知中，念头是什么不去管它，就已经属于无念了。第六，无心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放下头脑中的执念。越放松，越不在乎，结果反而越好。相反，你越担心，越在意，结果往往容易事与愿违。因为你一旦在乎，就会出现紧张情绪，脑子一片混乱，就容易出错。当你不在乎时，反而很镇定，很从容，做事情自然就会很顺利。这就叫无心生大用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心插柳，柳成荫。当你无心于结果的时候，自然就会回归当下，心的效能就会呈现出来。就像有句话说的，凡是你想控制的，其实都控制了你。当你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，你就拥有了一切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做的是因上努力，果上随缘。第七，无用。无用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觉得你很能吃苦，你就有吃不完的苦；你觉得你很能干，你就有干不完的活；你觉得你很努力，你就有努不完的力。这些东西应该放松一点，人要放松一点，不要太紧张，不要给自己太多限制性的信念。努力是社会给你灌输的观念，我很能干，是你对自己的一个评判；我很能吃苦，也是自己或者别人给你的一个评判。然后接受了这些评判，你逐渐就活成了那个样子。闲下来就像无用那样，就像一个没有用的人那样，去玩玩，去走一走，去散散步，去放松一下。无用之用，乃为大用。举个例子，有一位技艺精湛的木匠，协同他的门徒游历至齐国，在这里呢，偶遇了一株堪称奇迹的参天古树。这棵巨木之壮硕，其树荫广阔的足以庇护数千头耕牛免受烈日炙烤，其树干粗大，需100人伸展双臂方能环抱一周。不仅如此，它还傲然耸立，树干在山顶之上数十米的高空方才生出枝桠，而这些枝条柔韧且结实，每一根皆可直接打造成精致的独木舟。人群熙熙攘攘，都来看这棵参天大树，而这位木匠却不为所动，步履匆匆，仿佛未见此奇景。徒弟见状呢，心中满是疑惑，他紧跟在师父身后，忍不住问：
恩师，您从事伐木生涯多年，如此优质的大木竟也视而不见，这是为何呢？木匠缓缓道来：此树不宜眷恋，因其乃无用之材，用于造船，船只将难以承载重荷而沉陷。若作日常器具，转瞬即破，即便作为屋宇支柱，也会迅速遭受蛀虫侵蚀。这是一棵不被工匠青睐的树木，因其无甚实用价值，反而得以肆意生长，高耸入云，寿命悠长。正因其无用，故能长久。所以不论做什么事，一定要放松一点，活出你自己，不需赞誉，不需模仿，只需真实显现，你就是一个有福之人。第八，无事。世间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无论外境发生什么事，它其实并没有真正伤害你，并没有真正的伤你一根汗毛。没有一个烦恼不是念头，真正伤害你身体的人很少。现在几乎没有人敢伤害另外一个人的身体。所以说，大部分的烦恼和痛苦都是念头，没有一个念头不是幻觉。它们都是头脑出于趋利避害的基因本能，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扭曲的分析算计后滋生的。你看我们所有经历的那些痛苦，那些烦恼，那些恶心的事，你认为不好的人事物，仔细想想，其实都是念头在造作。这个念头一番分析，一番评判之后认为不好，然后你就开始一直沉浸在这个念头里，一直伤害自己，对不对？外境不管是发生什么，一点都不重要，因为你的灵魂不会因此受到一点点的损失。你的灵魂永远都是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状态。外面不论发生什么事，让它自然流淌。发生好的跟我内在能量匹配，发生的不好的也是跟我内在能量匹配的。好与不好都让它自然流淌。最后一个，无所得。每一个人呢，都是赤条条的来到人间，没有带来任何东西，走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，只是来地球上体验了一把。那你何必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被这些身外的人事物给伤害，给牵着鼻子走？所以你早早地发现这个真理，这远比外在物质的堆砌、金钱、数字的变化带来的更深刻、更长久。你就早点能够体会到获得大自在。你是来体验这场人间游戏的，是来借假修真的，是来验证本自具足的，是来证悟大道的。整个人都不受羁绊，不受束缚，不受局限，按照本心想怎么活就怎么活。你说这种状态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束缚你吗？你之所以会感觉自己活得压抑、迷茫，就是因为一条条限制性信念在束缚着你。当你以无所得之心去做事，该来的总会来。不要担心宇宙会不会辜负你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